2022年，苹果会发布哪些新产品？没有了刘海的 iPhone 14，可以监测血压的 Apple Watch 8，全新 M2 芯片的彩色 MacBook Air， 带 MagSafe 的 iPad Pro， 甚至是可以开启苹果元宇宙的苹果头盔。我是小天，欢迎回来。转眼已经是2022年了。今天我根据了网上泄露的留言以及以前出现过的消息，总结了2022年我们有可能看到的苹果产品，来看看有什么你期待的新产品。 Welcome back to Apple Park。 iPhone 14，别的不好说，但我们都知道 iPhone 14一定是我们能够在2022年看到的新产品。而且如果目前的留言属实，那2022年是我们真正可以看到无刘海全面屏 iPhone 的一年。苹果会把位于 iPhone 14显示屏上的相机和 Face ID 组件设计成一个小孔，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打孔屏。我们也依旧会看到4款 iPhone， 但今年不会再有 mini。4款分别是 6.1 英寸的 iPhone 14、6.1 英寸的 iPhone 14 Pro、6.7 英寸的 iPhone 14 Max 以及 6.7 英寸的 iPhone 14 Pro Max。 换句话说，就是 5.4 英寸的 mini 被更大的 6.7 英寸 Max 所取代。砍掉了 mini 我还是很难过的，因为大概我手比较小， mini 对我来说是手感最舒适的一款机器。再加上今年的13 mini 又提升了电池容量，在我看来 mini 是在变得越来越好了，可惜这么快就看不到它了。2022年所有4款机型都很可能将使用120赫兹刷新率的 Promotion 技术。现在这项技术苹果只给了高端的13 Pro 和 Pro Max， 在我看来高刷屏给到每个机型我觉得也是应该的。苹果还可能使用钛作为新 iPhone 的材料之一，因此我们有可能会看到一个更厚的机身，但是这机身也会消除摄像头带来的凸起。镜头、闪光灯和 LiDAR 扫描仪将和 iPhone 的玻璃后盖平齐。虽然我真的是很讨厌 iPhone 13这个特别凸起的摄像头，但是要牺牲厚度来弥补这个缺陷的话，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至于相机，超广角镜头可能得到改进，而且 iPhone 14还有可能得到一个支持更大光学变焦范围的镜头。苹果将为 iPhone 14使用 A16 芯片，新的 iPhone 也将使用高通公司最新的 X65 5G 芯片，连接速度更快，而且新的芯片将会允许用户在没有蜂窝网络覆盖的情况下使用紧急求助电话。iPhone 14其他可能的新特色包括最高达 2T 的存储空间以及更快的 WiFi 连接速度。看起来 iPhone 14在功能上更像是例行的迭代更新。不过如果真的刘海屏能够变成打孔屏，相信有不少因为不喜欢刘海屏而犹豫没有购买 iPhone 系列的朋友这次会心动了。Apple Watch 8。去年 Apple Watch 7在健康功能上没有得到任何更新，这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吐槽以及犹豫要不要升级。不过 Apple Watch 8可能会得到一些健康功能上的更新。苹果正在研发的新的健康功能包括了血压检测、血糖检测、温度感应和睡眠呼吸暂停检测。虽说正在有这么多的新功能正在研发中，但是会不会一次性全部加入到 Apple Watch 8中，现在还不清楚。不过相信至少会增加其中的一些。这些新的健康功能中最有可能被增加的是温度感应，它能被用于生育和睡眠追踪。血压监测和血糖监测当然是更先进的功能，所以也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和大众见面。碰撞检测也是一个可能的新功能，它是建立在苹果手表现有的跌倒检测功能之上，在检测到碰撞时自动拨打紧急求助电话。我自己觉得这么多新功能应该不会一次性加入到 Apple Watch 8中，不然让购买了 Apple Watch 7的用户怎么想？对，我就是在说我自己，开玩笑的。我不觉得这些新功能会被全部加入的主要原因还是考虑到血糖监测和血压监测的难度，因为除了可能需要加入新的传感器之外，苹果还需要考虑在增加这些新功能之后，苹果手表的续航问题，以及设备是否需要得到各国 FDA 政府部门的审批等等各类问题。这些新功能具体能在哪年加入，还真不是苹果自己可以决定的。除了可能出现的新健康功能之外，还会至少有一个版本的苹果手表是以坚固为卖点。坚固版本的 Apple Watch 主要是面向于运动员、徒步旅行者以及一些需要在极端条件下使用 Apple Watch 的用户。从名字上就可以听出来，它比普通版的苹果手表拥有更好的抗冲击性和保护性。至于 Apple Watch 8的设计，目前还没有特别确切的消息，但由于 Apple Watch 7才经历了尺寸调整和设计更新，所以8可能更加侧重于内部的改进。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大家大概还记得在 Apple Watch 7发布之前有很多关于它屏边设计的传言，当然在7发布之后我们知道这屏边设计并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可能仅仅是可能在8上会看到这样的设计。苹果同时也正在开发更新版的 Apple Watch SE，
准备和 Apple Watch 8同时推出。不过现在关于新 SE 的消息非常少，所以还不确定有哪些新功能会被加入。3 AirPods Pro 2，第二代 AirPods Pro 也正在研发中，将于2022年推出，并且会有一些设计上的改变。有传言称苹果将取消耳塞上的柄，采用和谷歌的 Pixel Buds 或者三星 Galaxy Buds 更圆的设计。除了可能的设计上的改变，第二代 AirPods Pro 和现在的 AirPods Pro 在功能上基本相同，可能会有一点和健身相关的小改进。第二代 AirPods Pro 预计会在2022年的第3季度推出。如果第二代 AirPods Pro 到时候真的在功能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我应该是不会考虑购买了。大家会考虑升级或者购买第二代的 AirPods Pro 吗？4 iPhone SE， 2022年的 iPhone SE 将采用和目前 iPhone SE 相同的设计，仍然以 iPhone 8为原型， 4.7 英寸的显示屏，顶部和底部的边框都较厚，当然还有 Touch ID 的 Home 键按钮。尽管 iPhone SE 还是会采用旧设计，但是它依然会继续吸引喜欢 Touch ID 的用户。预计它将使用 A14 或者 A15 的芯片，支持 5G， 它也将成为最实惠的 5G iPhone。尽管在尺寸上不会增加，但由于 5G 的加成，苹果有可能为下一代 iPhone SE 命名为 iPhone SE Plus， 以反映出加快的网络速度。期待全面屏 iPhone SE 的朋友们大概又要失望1年了。不过没有关系，已经有消息称2023年我们应该能够看到以 iPhone XR 为原型的 iPhone SE。5 MacBook Air， MacBook Air 将在2022年获得自2010年以来我们看到过的最完整最彻底的设计改变。苹果将取消 MacBook Air 的楔形设计，转而采用与 MacBook Pro 类似的设计。新的 MacBook Air 将比现在的版本更薄更轻，采用24英寸 iMac 的设计元素。边框和键盘预计将是白色，而机身将会有类似于 iMac 的多彩颜色选择。MacBook Air 可能会采用类似于 MacBook Pro 的 Mini LED 显示屏，但是没有 ProMotion 技术。目前还不完全清楚屏幕是否会带有刘海，但是目前至少已经有一个相关的留言称会有刘海。它还会有一个类似于 MacBook Pro 的键盘，带全尺寸的功能键，以及一个 1080P 的摄像头。至于端口，它会有多个 USB-C 和雷电端口，但是不会像 MacBook Pro 一样提供 HDMI 以及 SD 卡的插槽。 MacBook Air 将采用 M2 芯片，也就是 M1 芯片的下一个版本。 M2 芯片的 CPU 数量和 M1 相同8个，但速度略有提升。它可能会有9个或10个 GPU 内核，比现在 M1 的7个或8个要更多。 M2 并不会像 MacBook Pro 中使用的 M1 Pro Max 那样强大。目前还不知道 MacBook Air 确切的上市时间，但预计苹果会在2022年的第2季度末和第3季度初开始大规模生产，也就是说我们很有可能在8月或者9月看到它。对于新的 MacBook Air 我自己还是挺有兴趣的，如果价格合适，我会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买来码字。6 iMac Pro， 苹果在2021年推出了24英寸的 iMac。2022年，我们终于将看到27英寸 iMac 的更新。以前较小的21.5英寸 iMac 升级到了24英寸，所以也有不少人期待27英寸可以变成32英寸。不过根据目前的消息，预计27英寸的尺寸并不会得到增加，但它的屏幕将采用 Mini LED， 具有黑色的窄边框，类似于 Pro Display 的设计。Mini LED 的显示屏预计也会用上120赫兹刷新率的 ProMotion 技术。虽然苹果也已经为它测试了 Face ID， 但是现在还不确定它是否一定会被用在 iMac 上。端口上，新的 iMac 会提供类似于 MacBook Pro 的端口，也会提供给消费者们相同的 M1 Pro Max 的芯片选择。为了将27英寸 iMac 和24英寸 iMac 区分开来，苹果很有可能为其命名为 iMac Pro。iMac Pro 很有可能在2022年的3月份推出，因此如果你在苹果的春季发布会上就看到它，可不要太惊讶。你会考虑买吗？7 iMac Mini， 下一版本的 Mac Mini 可能会更新设计，它仍将具有和现在的 Mac Mini 相同的方形形状，但是苹果正在考虑为它缩小尺寸，而且使用新的材料。它会有一个类似于有机玻璃的顶部，位于铝制的外壳之上，而且还可能有2个颜色可以选择。新 Mac Mini 预计也会提供 M1 Pro Max 的芯片选择，而且会有4个雷电接口，而不是现在 Mac Mini 的2个。其他端口包括一对 USB-A 接口，一个以太网端口，一个 HDMI 接口，以及一个用于 MagSafe 的充电接口。很多由于 M1 芯片 Mac Mini 性能不够用的小伙伴们，这次新的 Mac Mini 的性能能否满足你的需求
8 Mac Pro。有消息称，目前正有2个版本的 Mac Pro 在研发之中，一个是2019年 Mac Pro 的直接继承者，在机身外形上没有太大的改变，而正在开发中的第2款 Mac Pro 会有一个更小的机身，外形与目前的设计类似，但会有一个更紧凑的外壳。较小的 Mac Pro 会有一个铝制外壳。彭博社将这个设计描述为会唤起人们对于 Power Mac G4 Cube 的怀念。较大的 Mac Pro 将继续采用英特尔的芯片，尽管苹果计划要将所有 Mac 产品线的芯片都过渡到苹果的自研发芯片，但处在早期的 Mac Pro 芯片可能还无法与英特尔芯片竞争，无法承担其繁重的专业工作负载。较小的 Mac Pro 则将使用高端苹果 M 芯片。高端芯片将会有20或者40个 CPU 以及64至128核心的 GPU， 在顶配中，处理器的图形芯片将比 NVIDIA 或者 AMD 的芯片快上好几倍。目前还不知道新的 Mac Pro 将在2022年的哪个时间点推出。9 iPad Pro 2022年的 iPad Pro 仍然会有和现在相同的11英寸或者 12.9 英寸的尺寸选择。11英寸可能会更新屏幕，采用和 12.9 英寸相同的 Mini LED。据传，苹果还计划为 iPad Pro 加入玻璃背板来支持无线充电。所以2022年的 iPad Pro 可能会有一个 MagSafe 充电器，外形就类似于 iPhone 12和13支持的无线充电器，而且还可能会有反向无线充电功能，允许 iPad Pro 为 iPhone 或者 AirPods 等设备来充电。新款的 iPad Pro 将采用更新的 A 系列芯片，使用的是台积电的最新技术。新 iPad Pro 可能会采用横向的摄像头排列，并且在背面采用横向的苹果标志。这一改变是为了促进用户们在横向模式下使用 iPad， 而非现在流行的纵向模式。目前也有一些其他关于 iPad Pro 的传言，称它可能会使用 OLED 显示屏，会有新的 Apple Pencil， 会使用钛合金作为它的机身材料等等。但是目前这些消息的可信度还比较低。10 AR VR 头盔，缺席了多年的 One More Thing， 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今年看到 We do have one more thing。苹果多年来一直在开发增强和虚拟现实设备。根据目前的消息，苹果第一款 AR/VR 混合现实头盔将于2022年底推出。这款头盔在外形上会和 Facebook 的 Oculus 类似，但是设计更为时尚，而且使用的织物和轻质材料会在佩戴上也更为舒适。它将配备来自索尼的微型 4K OLED 显示屏、多个传感器以及10多个摄像头，用于映射房间的表面边缘和尺寸，以及追踪手部的动作。苹果正在研究多种控制方式，包括戴在手指上的类似于顶针的装置。头盔将能追踪眼球运动和手势，也可能会加入物理控制功能。有传言称，这一款头盔将会配备一个类似于 M1 芯片的处理器，不需要与 iPhone 或者其他设备相连，自己就可以独立运行。苹果也计划为头盔创建一个自己的应用商店，提供游戏、流媒体、视频内容等。不过，苹果这款 AR/VR 头盔预计会很贵，售价大约在$3000。这大概是我2022年最期待的苹果产品了。不过，价格也确实是让人望而却步。还有一些其他产品，苹果通常是每年或者每2年更新一次，包括 iPad Air、iPad 和13英寸的 MacBook Pro。所以尽管目前还没有太多关于他们的消息，我们也可能会在2022年看到他们的更新。以上就是苹果将会在2022年发布或者更新的产品消息汇总，希望其中有能让你感到兴奋或者惊喜的产品。我也会持续关注，带来更多更全面的消息分享，所以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就不会错过更新啦。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